各位朋友，韓紅這個事情啊，官媒已經下場了，政府就等於表態了。這真是現在到了破鼓萬人錘，牆倒众人推的一個境地了。韓紅翻不了身了。各位，有人說我不信啊，人家上邊有人，最後一定會輕拿輕放的啊。這個事兒咱們到時拭目以待吧。我在最早呢，我对韓紅的這個事件的判斷就是說，至少韓紅這個基金會得改名了，他這輩子別再想碰慈善事業了。上海的媒體還有各地的媒體現在扎堆兒都去暗訪韓紅的這個救護車了，而且呢，這個上海的市监局也把韓紅的那個皮包公司，不是他的啊，皮包公司給抄了家了，這裡邊的問題可太多了。韓紅基金會救護車供應商被曝無資質，甚至是個空殼公司，已經人去樓空。看看新聞記者今天探訪了涉事车企位於上海虹口的實際經營地，公司门口沒有懸掛招牌，但大堂設有內部指引。對於有媒體指出的23日晚間公司大門緊閉無人應答的情況，工作人員辯稱時間不對，但周一辦公時間公司內也僅看到2人，一自稱工作人員的人把記者擋在門外，不准入內。最近還是會處理這件事情，到時候就是會有一個結果，會到時候會公布的，對吧？根據企業登記信息，君毅汽車科技有限公司只有2人參保，實繳注冊資金10萬元。就是這麼個看上去不起眼的汽車科技公司，成為了上汽大通的指定經銷商，並拿到了韓紅基金會2年6000萬的購車合同。另外，針對網上質疑的車企是否具備醫療器械銷售資質問題，律師介紹，從經營範圍來看，該公司在今年5月19日前工商登記經營範圍確實包含了第2類醫療器械銷售。不過，經營範圍不等於可合法經營。如果他沒有做過相應的備案的，那麼這個就有可能涉嫌到是違法經營的一個情況。公司負責人則強調，自己銷售的車輛只是簡單添置了擔架、警燈、插座等基礎設施，並沒有安裝醫療設備，不涉及銷售醫療器械。他是懷疑我賣醫療設備，我沒有賣醫療設備，不需要。他是只要使用汽車銷售機械就行。醫療設施店的設施他也不造車，他也不賣，他只是銷售。此前，國家藥監局曾在相關回函中明確，救護車整車不屬於醫療器械，但車上的除顫儀、呼吸機等設備屬於醫療器械。銷售這類設備時，需要辦理醫療器械經營資質，此案是否適用，車上醫療器械由誰提供，是否有相關資質，還要看相關部門的調查結果。另外，針對網上說，韓紅基金會之前向江陵原廠直採救護車單價約15.89萬元，而2024年通過君毅公司採購後，單價升至約22.59萬元，漲幅超40%，車企負責人予以否認。你說是賣多少錢的？13萬，價格只賣過13萬。對，13萬塊，13萬。如果按照君毅公司裸車13.2萬一輛的說法，6000萬元能買400多輛，而根據國家每3萬人配一輛急救車的標準，這400多輛車能覆蓋1200多萬人口，那這些車究竟去了何處？另外，如果近6000萬採購金額只買了裸車，那平均一輛幾萬到10幾萬不等的醫療改裝費用又是從哪支出的呢？種種疑問，君毅公司並未能提供，仍需相關方進一步說明及市场监管部门的調查。公益基金的使用就該放在陽光下，經得起曬。我們價格只有13萬，這個能查得到的，市場價是18萬多。韓紅那個澄清是真的，事實就是這樣。我們也是受到上汽大通這種一個態度就批發的。君毅汽車稱，韓紅基金會採購的救護車比市場價低5萬元。8月24日上午，澎湃新聞記者實地走訪韓紅基金會急救車輛供應商上海君毅汽車科技有限公司。涉事公司在正常營業中，該公司一名對該項目知情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韓紅基金會此前公告的內容是屬實的。首先，網上的一些傳言是錯的，救護車不屬於醫療器械。其次，他們也不售賣醫療器械，他們並不負責車輛的改裝，具體的改裝是由上汽大通來做。君毅公司是否提供維修等售後服務，以及如果提供相關售後服務，與基金會是否另外簽訂協議，該工作人員並未透露。而關於公眾對車輛成交價格的質疑，該工作人員稱，車輛並非網傳的20多萬元一輛，實際價格只有13萬元，市場價格一般是18萬元以上，他們的價格並未超出市場價。對於實際經營等問題，該工作人員稱，他們的注冊地確實是在金山區，但目前在虹口區辦公。當天上午，記者來到上汽大通汽車有限公司门口，在等待近半小時之後，对方一名工作人員來到门口並表示，他不清楚此事，也不接受採訪，你們請回吧。您是在這裡辦公嗎？對的。基本上每天都來？我們正常工作日過來。你們正常還在營業是吧？對的。平時他是正常經營的，對吧？对，但是人不多好像。医療器械我們沒有設計，跟網上說的不符呀。說的是賣多少錢的？13萬2，13萬這樣。裡面是包括的是這個單價、醫療費、警燈、警報、物業掛鈎啊，做一下基礎的轉
只賣過13萬這個價格，對吧？救護车它里面到底有哪些的醫療設備，包括说它只是一个转運車輛，還是一個具有急救的一個需求的一個救護車。如果裡面沒有相應的醫療設備的需求，我只是放一個擔架，為了病人轉運的時候可以方便一些的話，那它確實不需要什麼特殊的資質就可以來經營這個範圍。如果說它裡面有一些這個醫療設備，包括了涉及到一些 AED 或者是一些呼吸機等，這一些是屬於第二類的醫療器械的話，正常來說根據法律法規，這個條線從生產廠家開始到後續的任何一個銷售的廠家，它都需要具備第二類的醫療銷售的許可，它才能去經營這個範圍。如果它沒有做過相應的備案的，那麼這個就有可能涉嫌到是違法經營的一個情況。價格只賣過13萬，對，13萬2。網傳韓紅愛心基金會溢價採購救護車，漲幅超40%。供應商均益公司回應了，網傳價格不實，每輛只賣13萬元。近日，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的6000萬元救護車採購陷入爭議。網傳基金會之前向江陵原廠直採救護車，每台單價約15.89萬元，而2024年通過均益公司採購後，單價升至約22.59萬元。均益公司負責人向看看新聞記者明確否認了這一點。你說是賣多少錢？13萬，沒有20萬，對吧？價格只賣過13萬。對，13萬2。23日，韓紅愛心基金會在情況說明中也表示，經多方反覆比選議價後，該項目救護車的最終成交單價遠低於同期市場公開價格。他在懷疑我們賣醫療設備，我們沒有賣醫療設備，這個不需要支持，不需要支持醫療設備給他支持，是只要企業汽車銷售支持就行。因為車輛它是備案式的，是生產企業備案，它你們公司有這個資質，在稅務需求中給標誌成機動車企業就可以銷售了啊。那就是我只是作為第三方公司，我不能張貼的所謂的急救或者是120這種 logo 的。是因為這個量這些它也不造成它也不開始開始銷售。韓紅基金會救護車供應商爭議最新進展，市監部門對企業上門檢查。8月24日11時許，澎湃新聞記者在均益公司位於上海市虹口區的辦公場所看到，市場監管部門多名工作人員來到這裡進行實地檢查，包括問詢相關工作人員、收集相關資料等。8月23日晚，該公司一名書信負責人向記者稱，向基金會供應救護車的實際合同價低於網傳的22.89萬元每輛。不過，對方並未提供簽約合同予以證明。關於救護車輛改裝資質的質疑，該負責人稱，我們相當於一個汽車代理商，我們不改裝車子，只銷售和交付。24日上午，記者再次來到均益公司，公司大門緊閉。11時許，多名市場監管部門工作人員前來，在均益公司辦公室內進行了檢查、問詢並收集了相關資料。當時就在現場的書信負責人告訴記者，是虹口區市場監管局工作人員上門了解情況，公司目前仍可正常營業，但對於與韓紅基金會簽署的急救車合同具體情況，他拒絕進一步介紹。這是一個辦公樓，這上面都是他們的一些公司，它在1207室，1207室，1206，沒有1207，大家看到沒有？沒有1207。1206之後，下面就是空的了。在12層，我看它是有一個低層，有一個高層。哎，這能到12層嗎？能到。啊，好的。這應該是1207，這是1207，那1207沒人，這是1208，哎，好像有個人是。
喂，你好。找谁？咱们这是旅游公司吗？不是。不是。哦。找谁？我找个旅游公司。那咱们这是哪个公司？你找谁？哦，不是，我找人，因为我看那个地图上这边是一个旅游公司。不是哈。好，谢谢你。各位朋友，你们看出这里的大问题来了吗？皮包公司那是肯定的，就这个公司基本上就是一个空壳，平时呢根本就没有人上班，甚至呢人家网友暗访的时候，他的那个公司地址底下的名牌都是空白的。后来这个事儿闹大了，一看这个事儿包不住了，然后临时抓了人，跑到那个屋子里边坐2天，然后那个牌子也给放到下面那个水盘上了。那以前干嘛去了？那有人说了，哎，他们是怕骚擾，所以把牌给弄跑了。你看人家旁邊那個公司的人是怎麼給記者說的呀？他們平時見不着人啊，有的時候那個周六周日來一下啊，平時見不着人呢。這個公司你們覺得沒毛病嗎？各位，沒毛病出來走2步啊，為什麼以前連個牌子都不敢掛呀？上海市監局已經抄了這公司的家了，那賬本什麼的那肯定拿走了吧？啊，誰敢包庇他？我就問這個事兒，他們自己的烏紗帽還要不要？誰敢包庇這個事兒？現在鬧得這麼大啊，讓咱們拭目以待吧，各位，點個訂閱，下集再聊。